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走入澳洲，我是命师。最近新州再一次经历了洪水灾害的侵袭，这是今年的第二次洪灾了，而且距离上一次的洪水灾害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呢，还没有完全过去。对新州受灾地区的家庭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那这一次的洪灾呢，让新州将近37个市府地区的朋友受到了影响。现在呢，澳洲联邦政府对新州37个受到洪水灾害影响的市府地区开始发放2种灾难补助金。那如果您受到了洪水灾害的严重影响，并且呢符合申领的条件，可以尽快进行申领。联邦政府发放的这2种灾难补助金，一种是一次性发放的灾难补助金，叫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英文呢叫做 Australian Government Disaster Recovery Payment， 简称 AGDRP。 另一种呢是短期内持续发放的灾难恢复津贴，英文呢叫做 Disaster Recovery Allowance， 简称 DRA， 最多呢可以发放到13周。对于符合这2种灾难补助金申请条件的朋友可以同时申请并且获得这2种灾难补助金。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看第一种灾难补助金。第一种灾难补助金呢是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英文呢是 Australian Government Disaster Recovery Payment AGDRP。 这是一笔一次性发放的灾难补助金。那截止到明年2023年的7月10号之前，您都可以申请这项灾难补助金。申领这项灾难补助金的人士必须是受到洪灾的影响的，而且呢是严重的影响才有资格申领。比如说您的住所被认定为受到洪水灾害严重的影响，可以申领这项灾难补助金。如果不是受到严重影响，只是轻微的影响，那您呢就不符合申领的资格了。或者您的身体因为洪水灾害而受到严重伤害，那这种严重伤害是因为洪水灾害直接导致的，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那么您呢也符合申领的资格。那么一旦符合条件，可以领取多少金额的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 AGDRP 呢？每个成年人可以一次性领取1000澳币的灾难补助金，每一个1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领取一次性400澳币的灾难补助金。这里指的16岁以下的孩子，是指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那什么是主要照顾者呢？主要照顾者是指，如果您的子女主要由您来抚养，并且呢您的子女未满16岁，那么呢您就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主要照顾者必须对儿童的日常照料、福利和成长负有法律责任。所以说，如果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他可以获得一次性400澳币的灾难补助金。您本人或者是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要想获得这项补助金，必须满足以下的3个条件。首先，您和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必须都是澳大利亚的居民，其中呢包括澳洲公民、澳洲永久居民。不仅如此，如果您和您的孩子不是公民或者永久居民，但是呢你们都持有符合资格的澳洲签证，也可以申请这项灾难补助金。比如说工作签证、学生签证等等。这个您可以在申请的时候进行具体的咨询，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具备资格去申领这项灾难补助金了。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伴侣，那么呢你们就必须要分别去提出对这项灾难补助金的申请。第2个要求是，您和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你们所居住的地区是属于被联邦政府认定的新州37个受灾的市府地区。那现在屏幕上展现出的就是目前被定义为在新州受灾的37个市府地区，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您想要查询自己的住址是否在这37个市府地区的范围之内，可以使用新州政府网站上的地区范围的查询工具，输入您的住址就可以查询您的住址是否属于某个市府地区范围内了。第3个要求是，您是在2022年7月份在新州洪水灾害当中
第一次申请这项补助金。那满足这上面3个要求呢，您就可以为您自己以及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去申请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 AGDRP 了。那么您作为申请人啊，在2022年7月份新州洪灾发生的时候呢，或者是说您在领取某一项收入补助金的时候，是必须年满16岁的，也就是说申请人的年龄必须在16岁或以上。那么我们最初也说到了啊，您本人呢，或者是您作为主要照顾者抚养的孩子，必须是被认定为确实是受到洪水灾害的不利影响，而且呢，这个影响是严重的，才能够去申请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 AGDRP。 那这里指的严重影响是什么呢？比如说受了重伤，是死亡或失踪的澳大利亚公民或居民的直系亲属，灾害摧毁了主要居所，或者是必须拆除居所，主要居所内部受到了重大损害。这里指的主要居所是指说您有权或者有执照可以正常居住的主要住所，但是呢，不包括度假屋或者是投资房产。接下来呢，还包括灾害使主要居所内部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主要居所被认定为结构不合理，污水已经污染居所内部，灾害摧毁或损坏了主要居所内的一项或多项主要资产。这里说的主要资产是指一项或多项资产的总市场价值为2万澳币或以上，其中呢包括建筑物、车辆、房车、水箱或者是大型的机械。那另外呢，就是经历了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的受抚养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那如果说您是符合以上这几种情况的话，就会被认定为是受到了洪水灾害的不利影响，而且呢，这个影响是严重的，那么您就有资格去申领这项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 AGDRP 了。那怎么样去申请这项灾难补助金呢？等一会儿我们跟朋友们介绍完第2种灾难津贴以后，再统一跟朋友们去分享申请的方式，这样呢比较节省时间。说完第1种您可能有资格申请的澳洲政府灾难恢复补助金 AGDRP 以后，咱们来看第2种灾难津贴，叫做灾难恢复津贴，英文呢是 Disaster Recovery Allowance， 简称 DRA。那不同于第1种一次性的灾难补助金，这项灾难恢复津贴它是一个在短期内会持续发放的津贴，最长呢会发放到13周，主要呢是弥补申请人在收入方面的损失，同时呢也因为它是一种 income support payment，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收入方面的补助金，所以是需要缴税的。那这项灾难恢复津贴 DRA 针对的是因为洪水灾害而直接在收入方面受到影响的人。灾难恢复津贴 DRA 发放的金额呢，跟寻工者津贴 Job Seeker Payment 或者是青年津贴 Youth Allowance 每2周发放的金额是一样的。那具体能发放多少金额给申请人，能发放多久，还需要根据您目前的个人情况来具体定夺。那每个人的情况呢都是不同的，所以呢是 case by case。那如果您的主要住所是在以下的新州37个市府地区，并且呢您的收入从6月27号开始因为新州的洪水灾害受到影响，那么您可以去申请这项灾难恢复津贴 DRA。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如何申请以上的这2种灾难补助金。那么最快捷以及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使用您的 Centrelink 的网上账户，您可以通过您的 MyGov 账户去登录到您的 Centrelink 网上账户，在线进行申请。那第2种呢，如果说您在申请这2项灾难补助金的时候需要帮助，那么您可以拨打澳洲政府的紧急信息热线，电话号码是1802266 1802266，您可以去具体咨询您的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去申领这2项灾难补助金。如果说您需要翻译呢，那么您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可以告诉接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帮助您去免费安排翻译人员。另外呢，如果您曾经没有领取过 Centrelink 的任何一种福利，您没有 Centrelink 的网上账户，您是持有有效签证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1802266去电话申请灾难津贴。那么工作人员呢会协助您一步一步的告诉您怎么样去申请。那如果说您觉得自己在英语沟通方面有困难呢，也不用担心啊，您还可以去拨打 Centrelink 的多语言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131202。那么电话接通以后呢，您可以说 Mandarin 也就是国语，或者是 Cantonese 粤语，那么就会有中文工作人员接听您的电话，帮助您去进行咨询。那如果您想要了解这方面更多的中文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下面的这个网站。那么福利部这边呢是把这项灾难补助金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放在了网站上，您可以去具体去阅读和了解。那网站链接呢，我们是放在了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朋友们可以去点击查询。那除了澳洲的居民呢，如果您目前是居住在澳洲的新西兰公民，在2022年7月的新州洪水灾害当中受到严重影响，并且呢符合一系列的申领要求，那么您也可以申请新西兰灾难补助金 New Zealand Disaster Recovery Payment， 或者是新西兰灾难恢复津贴 New Zealand Disaster Recovery Allowance。 那申请的要求、发放的金额以及申请的方式大体上呢和咱们上面刚才分享的差不多，但是呢针对新西兰公民在有些方面的具体要求还是有所不同，您可以具体去查询。网站链接呢我放在了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欢迎您点击查询。那最后啊，希望在洪水灾害中受到影响的朋友呢能够早日走出洪水灾害的影响，逐步的修复好自己的家园，调整好身心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如果说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欢迎您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在下期视频当中再见。